我朋友说我是葛轩宝博士，大家不知道最近过得好不好啊？今天呢又是宝博自己说，而且又是最新科技啦哈，要来聊聊最近的科技圈又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好像要上火星啦哈，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议题呢？今天我们聊到的新闻呢，会包括 Of course iPhone 16，耶，有全新的相机控制功能，还会有 Apple Intelligence 啊，就是它的 AI 的拼法跟人家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我们有人是拼这个 Active and Innovative 啊，那苹果的拼法也不一样哈。这个它的 AI 叫 Apple Intelligence 啊。那另外我们会提到 AI 时代来临，教育可能会变得不一样哈。我们的教育部呢，想要推跨领域学士哈。那再来呢，我们会提到全球100大 AI 工具排行榜啊，还有爆款游戏啦哈，黑神话悟空啊，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聊到哈，它的成功跟争议哈，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阵子世界发生的变化吧。好啦，首先就来聊一下 iPhone 16之我见哈，这一次呢，我们苹果大大又推出了4款新机啦，好，包含 iPhone 16、iPhone 16Plus 啊，还有 iPhone 16 Pro 跟 Pro Max 哈。那这一次呢，不管是套了什么这个名词哈，不管是 Pro Plus 还是 Max 啊，这一次呢最引人注目的新硬体功能呢，就是相机控制钮啦哈。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就是当年 iPhone 在推出第一支手机，也就是智慧型手机 iPhone 1代的时候。当时呢，贾伯斯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举动，就是他把这个所谓的震动静音功能呢，实作在一颗按钮上面，就是那个最早期是那个上下扳哦，就是往下扳就是静音，然后它就会震动一下；往上扳就是有声音这样。在没有这个伟大的发明以前呢，手机要怎么关静音呢？就好像按住那个挂掉电话的那个按钮，然后按很久的时间，然后呢，它就会这样震一下，那你就要等它回应你，你才能够放开那个按钮。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哈，这个世界的进步哈，跟伟大的设计就是这样的一念之间哈，他就把这个每天大家就为了调那个就是静音或没有静音，然后在那边等它那5秒钟啊，就真的是。全世界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了，那贾伯斯呢是绝对不会想要浪费他的时间在这里，所以他就为了让你可以很快速的开关静音呢，就发明了这个所谓的静音按钮、实体按钮的功能。你要想iPhone 也不过就一个 Home Button 啊，就是那个所谓的 Home 键啊，这当年还有一个实体按钮的时候，然后呢旁边就是音量啊上下啊，然后呢还有开关啊开关按钮，也不过就这几个按钮。那他竟然为了静音做一个按钮，厉害了吧？哦，那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苹果也很聪明啦，他就发现呢，音量好像已经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重点了，这个反而是什么呢？照相功能，好，大家每天拿出手机10次，说不定有8次都是拿出来拍照的，就是除了上网滑这个脸书以外，然后或滑这个社群服务以外，就是拍照啊，那。现在这一个拍照按钮一按下去，直接相机就给你打开。那最厉害的是它上面还有这个电容式感应，就是你那个按钮按下去打开以后，你左滑右滑，在那个按钮上面 touch 一下哈，还可以调整它的，比如说 zoom in zoom out， 就等于有点像以前传统相机的那个滚轮啦。而且呢，你如果有玩摄影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相机的那个快门键是有分。轻按跟实按啊，就是大力小力是有分别的。小小的按就是有点是对焦啊，就哔哔啊，然后你再按下去，这样咔嚓啊。那以前的按钮是没有这种2段式哦，但其实游戏主机的那个手把已经实作很久了，就是它有阶段，就是有大力小力。那我觉得这一次呢，算是苹果作为一个 late follower 哦，就是最慢导入新科技的人他通常都导入的非常精准，所以这种什么多阶段的按钮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但是他就会选择在一个最好的地方把它用下去所以这个2段式的快门跟这个左滑右滑的这种
虚拟滚轮的控制，有可能说不定也可以被用在游戏里面哦，所以我们的以后玩游戏可以这样，滑一下啊，轻按重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相机控制非常有趣啦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多多了解。同时呢，这个相机控制还不是只是给你拍美照就是你按下去以后，你的相机也会自动开始辨识周遭的环境。你如果给它拍一个比如说演唱会的海报，它会自动文字辨识、内容辨识，它就会知道说这是一个演唱会，所以呢，它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个演唱会的表演时间，你是不是要我提醒你，或者说你可能拍了某一个菜单，他可能会问你说你是不是看不懂这个日文菜单，帮你翻译一下所以呢，其实这个相机按钮呢也会变成一个所谓的 AI 服务的快捷键等于是把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婉转于无形那相关的技术呢，它也有跟这个 ChatGPT 合作所以呢，透过这个相机启动的一些 AI 内容，它也可以联动到第三方的服务，也就不是只有苹果内建的 AI 可以使用，它有可能还可以连接出去，用 ChatGPT 或者微软的 Copilot 或者有可能是很多人现在也在用的 Cloud 等等，所以也是非常期待了好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我们也很关注的，就是 AI 时代的教育那 AI 时代来临教育部想要推跨领域学士，想要强调2大关键能力最快下学期上路所谓的下学期可能这个学期已经来不及，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已经开学了所以有可能是下个学期也就是113学年的第2学期那这个是由教育部政务次长叶丙成老师9月3号的时候讲的啦就是说其实时代快速的在变迁啦，其实领域跟领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因为我觉得我节目上面已经称赞过很多次了就是台大医科可以说是应该是如果有志学习的人喜欢考试的人可能会很喜欢把台大医科当成一个目标，对不对所以也可以说是全台首学中的首学啦当然我觉得时代在演进这个还有很多科目也跟医科一样的重要那台大医科呢其实就导入说以前是不需要采集社会科的分数，现在呢他们也觉得 AI 机器人都有可能取代或者是协助医师在做很多的所谓的治疗工作。那这个医师作为一个人可以做什么机器或者科技做不到的事呢？很可能又要回到望闻问切就是关心你的病人透过对话找到连 AI 都没有办法发现的问题所以呢，我想这个跨领域就变得很重要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法呢，也就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啦。就是说，有可能像我最近也开始发现这个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开始有很多人在分享他们家的小孩子3岁、5岁甚至更年轻的连话都讲不清楚然后呢，再用 AI 写程式做 APP 台湾好像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用这个 AI 协作写了一个手表记账程式，然后呢，好像也当然他还自己做了很多学习。好像我也看到有一个美国有一个3岁的小朋友，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可能满3岁了没，我也不知道然后她就是有点讲话有点超人呆就是一个就是小朋友，然后他就跟 AI 合作做了一个 3D 游戏他基本上你只要会讲话你只要会打字，甚至连讲话都讲不清楚也没关系，其实 AI 就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嘛。所以变成说写程式做应用这个做科学研究很可能不一定需要理工脑也可以做得很好，或反过来理工脑也可以来写小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工程师商业思维、人文素养其实人的本质可以透过 AI 的辅助，可以去跨更多的科系，变成一个更多元的人才我个人觉得，从人才培育养成的过程里，如果我们的社会可以对 AI 少一点恐惧
多一点理解，然后早一点拥抱，我其实觉得是更好的哦，就是让大家可以把 AI 变成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工具哈。举个例子吧哈。我其实之前非常喜欢一部纪录片，在讲 AlphaGo， 就是那个2016年击败围棋棋王的 AI。好，那这个最后人类棋手都已经甘拜下风哈。这个韩国这个排名不知道第一还第二的这个 Lishido 哈，就是输给他以后哈，那一场连五场比赛还是4场，总之人类只赢了1场，那已经是人类最后一次赢 AI。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那人类这个围棋棋手都直接回家种田啦，就不用再下棋了哈。但其实不是，其实围棋的产业就开始 evolve， 就是算是推进了哈。就是比如说台湾有一个知名的棋手叫黑佳佳啊，他就开始做围棋的游戏啊，然后跟这种就是寓教于乐的服务吧哈。那透过这种互动，让人可以更容易的投入学习围棋的过程，就变成赢不是重点了，因为你也赢不了 AI。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派人呢，就是透过跟 AI 的对练，他们反而去思考说，哦，原来 AI 可能是这样想的。那么人有可能过去的3000年下围棋的历史，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探索过。所以有可能 AI 反而变成了一个 inspire 人去往新的途径去研发研究的老师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更友善的看待 AI 的话， AI 有可能可以带领人类创造新的文明了哈。那到了新的文明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就开始瞧不起 AI 了哈，因为我们的新文明 AI 可能不一定学得会哦，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时代啦，还是有很多的事是只有人类可以做的啊，我们要有信心。好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你还是 AI 的粉丝的话啊，你还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全球100大 AI 工具排行榜啦。哈，这个除了 ChatGPT 之外，还有很多公司或者应用也是大家可以来玩一玩哦。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知名创投公司，也是我的偶像哈 ，Andreessen Horowitz 哈。称作 A16Z 啊，这个公司啊 A16Z 最近呢公布了生成式 AI 应用的100强报告啊，除了夺冠的 ChatGPT 之外，还有别人也上榜了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念出100强哈，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前10名的其中几名啊，因为有一些我也没有用过哈。首先，目前排名第一的还是 ChatGPT 啦哈，第二名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榜有点不公平哈，因为第二名。我的理解是没有太多人在用，但是这间公司 A16Z 有投资啊，所以他把它排在第二名，我觉得不是太公平啊。这个 Character.ai 哈 ，CHARACTER.ai 就是它是一个 AI 角色制作的服务，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一些人就把蝙蝠侠啊这个以前讲过的所有的话，在漫画里面、在电影里面，然后就汇入进去。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叫蝙蝠侠的角色，你就可以跟他聊天，然后你就很像在跟蝙蝠侠讲话哦，或者马里欧啊，或者是皮卡丘，皮卡丘怎么讲就是皮卡丘啊，对不对哈？但是总之哦，它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啊，就是有点像虚拟人格，那你也可以训练你自己的虚拟人格。比如说，我就创过一个宝博士哈，在 Character.ai 里面，但我是不会公开给你用的哈。那再来呢，第3名是 Perplexity 哈，这个算是一个 perp 就是永续的意思啊哈。那这个plexity 是 complexity 复杂的意思啊。那它是算是一个搜寻引擎啊。我也不懂这间公司的怎么会想到用这么难发音的字来当公司名称哈。那它据说是这个 Google 的最大敌人哈，结合了生成式的 AI， 结合人工智慧，结合网络搜寻。就变成说，你说，我想要找最受欢迎的一台电动脚踏车啊，它就会帮你去搜寻很多的网络资料，然后搜寻说，好的电动脚踏车要有哪些条件，然后呢之后，它就会帮你比对出一台可能最适合你的。那第4名呢是这个 Cloud 啊 ，CLAUDE，
这个还是要称赞一下啦，这个是排名第4啊，聊天机器人它的这个中文能力相对的好像比 ChatGPT 好一点，甚至它还会讲台语所以他好像有读过我们的这个教育部的台语读本所以呢，你叫他说，你用打字的说你会讲台语吗？然后他就会开始用那个我们教育部课纲的那个台语课本上面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呢？汉字翻译来讲台语跟你聊天我觉得蛮酷的。同时呢，他也很会写程式那他有一个功能就叫 Artifact 你就是可以一边说我想要做一个倒数计时器，然后它旁边右边就有一个视窗画面，就是直接帮你写好的程式就是呈现在右边的这个画面里面，所以你就可以这个倒数计时器按钮太丑了，帮我弄漂亮一点它右边这个左边的程式就会开始改，然后右边的这个预览画面呢就会那个按钮就变漂亮这个真的是很神啦很神啦然后那我们来看第5名呢是 Suno 也是很有名，就音乐创作。我自己没有玩过，但我知道很多人用这个东西来写就是做音乐那后面几名我就念快一点了什么 Janitor AI 啊是 Quillbot 啊文字创作工具，还有 Poe， 好像我有听过有人在用，就整合了很多 AI 的引擎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的平台。还有一个 Liner Liner，还有一个 Civitai 这个很奇怪我其实觉得这个榜很可能10名里面有8名都是他们 A16Z 有投资的这一个创投公司嘛。但有兴趣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玩玩看。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个我今天才玩到的一个 AI 应用，叫做 Safe.ai SAFE.ai， 然后它有一个新功能叫 Forecaster， 超级有趣。就你可以输入任何你想知道的事，然后问它几率如何。比如说你可以说地球在100年之内毁灭的几率，然后他就帮你上网搜寻各种科学论文资料，然后用这个麦肯锡顾问公司等级的这种问题分析方法、资料分析方法，然后最后他就会跟你讲几率是多少。那很多人就开始在玩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某政党主席被土地罪定罪的几率然后他就帮你搜寻很多新闻然后他还会很聪明的去反思说新闻有可能是这个有偏袒某一方，所以他可能要降低一点几率的调整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好不好我今天早上玩的时候据说几率是 35% 那我们就等一段时间看一下这个 AI 的猜测到底准不准。那你也可以问他一些这个各种你想知道的啦比如说New Jeans最近会不会解散或者是这个 Blackpink 单飞会不会成功之类的那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好，那再来呢，最后一个跟大家聊聊，就是也已经红一段时间了但是宝博也是这2个礼拜这一个礼拜稍微比较有空所以玩了几分钟这个黑神话悟空啦那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这个单机游戏的作品据说以前这个所谓的大陆国产游戏单机款大概最高的这个销售量就是10万份。然后我觉得这间公司也是很厉害啦，就是他们在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就想要做100倍的销量，他们认为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有至少一款游戏可以在这个全世界由这个中国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可以卖1000万份。结果呢真的成功了啦而且呢24小时之内就成为电玩平台 Steam 史上第2热门的游戏那有很多的这个玩家投入进去玩啦那但是呢这个好像呢有很多玩家收到游戏公司发给他们一张清单就说这个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呢这个直播的时候不要这个禁止出现女权主义的宣传、物化女性以及其他引起负面言论的内容那其实并没有太多细节被公开但是呢有很多人开始现在在揭疮疤或者是揭这一间所谓的
游戏科学的这个 Game Science 办公室的一些特殊历史比如说讲到可能这个跟政治啊、新冠肺炎啊、游戏产业啊，或者是性别啊有关的内容，好像他们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啦，就是说这一款游戏我个人的评价好不好？我个人的评价但目前有很多争议，因为红了嘛，树大招风啦，很多人就在讲说到底值不值得玩，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这个销量是不是有这个爱国主义的成分还是说有广告还是怎么样？这个就让大家继续讨论。但是呢，因为我在前几天总算在我的 PS5 上面呢登录了我的美国账号请朋友帮我买了一款这个就是只有美国账号，还有就是非台湾账号才能买得到那据我们政府的说法是，他没有歧视他只是因为这家公司并没有受审要上台湾的这个PlayStation 的这个 Store 那 Who knows whatever， 总之呢我就玩到了。我的心得是这样的整个大家也许不认同但是我们是自由民主的社会，当然可以开放讨论，对吧？所以第一呢，就是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啦，但是因为我也玩过《艾尔登法环》呢我也玩过一些其他的这种魂系游戏啊我也玩过这个砍砍杀杀对马战鬼，画面也是很漂亮我觉得黑神话悟空的游玩上也因为我也玩过 God of Wars 就是我觉得游玩上还不到神作的等级但是我先讲缺点，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复活的地方距离打王的地方都有点远每次复活要跑一段，他到底是怎样在偷偷读取，是不是？我在猜可能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好的地方是美学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第一个美学太成功了然后用了这个东方神话故事我觉得这个是加分第二呢，是我个人的心得是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既然宝博觉得它不是神作，可是竟然可以在 Steam 上面登到历史第2，我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我认为呢太多游戏都在做这种希腊神话啦、埃及啦、刺客啦等等，单一性太多，就是都西方文化的元素。那过去在想要把东方神话跟东方美学试着发挥到战神等级的极致，还没有人成功过。那我觉得黑神话悟空算是成功了，所以我觉得吸引了大批的不管是东方玩家或者西方玩家，西方玩家因为好奇而且新鲜因为没有玩过这种，所以这种美学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 newness这个 novelty 就很足够了，所以我觉得吸引了他们。那第3点，我觉得是大家都没有讨论到的作为这个宝博作为科技阿宅，我觉得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6年之间，然后一间游戏公司做了这个历史突破，而且是在从来没有卖超过10万份的这个开发的这个神州大陆，而且最后要推出的时候，据说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的 bug 其实比想象中的少很多。当年呢，这个 CD Project Project Red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做 Cyberpunk 2077的公司仓促推出 Cyberpunk。其实呢2077就很多的 bug 嘛，大家都知道。然后 No Man's Sky 也是然后这个最近这个 Star Wars Outlaw 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我的宅度吧那也被人家说很无聊啦，很多问题啦。但是黑神话悟空呢，其实 bug 相对的少，然后呢完整度相对的高。我个人的预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证实啦第一，这个游戏团队有可能大量采用了 AI 在它的研发过程当中，尤其在上市前。因为生成式的 AI 大概在2022到2024年的时候是比较成熟的。那我怀疑这个 Game Science 就是这个悟空的开发公司，可能把 AI 用在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他拿它来做测试QA，
就是它可能用 AI 来控制这个虚拟的这个悟空啊，然后在环境里面跑跑跳跳，看什么时候会宕机就截图记录起来，看什么时候会撞到墙啊就记录起来。然后呢，所以它可能这个卡墙的点啊、宕机的点都先被侦测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发现这款游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空气墙哦，就是有个石头可以跳上去，为什么跳不上去？它很可能就是用 AI 悟空测试过了，然后发现跳上去就会宕机，所以它给它挡起来。那第二个，它可能会用在 AI 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写程式，因为或者是 debug。就是因为你说实际的这个玩起来的 bug 是一件事，程式码里面的 bug 也是一件事，包含有一些 bug 是 bug 存在，可是会拖慢效能；有一种是 bug 存在，然后就会系统会 crash。我怀疑他们有可能有用生成式的 AI 来 proofread 或者 debug， 或者是 increase 就增加它的游戏的程式码运行的效能。就像我们可能在写网站程式的时候，就比如说 JavaScript， 我们可能会为了让它比如说答案更小，或者是效能更好，我们其实会真正的程式高手都用在这里啊，用一些 magic number 啊，或者是用一些偷师步的方法，或者调换一下逻辑啊，哇，可能这个需要10秒的运算就变成8秒，甚至 0.8秒。所以我强烈怀疑，黑神话悟空刚好在要推上市的前面最后的这个测试的这1-2年，刚好是生成式 AI 爆发的时候。那我怀疑他们有大量使用 AI 在开发的流程当中，但是我没有证据。所以呢，如果有人发现有证据的话，欢迎这个先给我们节目5颗星评价，然后留言告诉我啦。好啦，总而言之呢，这几个科技新闻呢，都是最近大家很关注的。那这个宝博呢，也透过宝博自己说呢，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些科技新闻之我见啊。那如果想要了解最多的科技新知，还有宝博观点的话，拜托大家持续关注、订阅、收听我们的宝博朋友说啦。好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上、YouTube 或其他平台听我们节目，欢迎给我们5星评价，按喜欢留言，小铃铛最后订阅我们家的光剑，拜拜。